Hello，大家好，我是怡媛。这份报告打了差不多接近2个小时左右，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份报告都已经无法显示了，他们换的兵太多了。为什么2个小时的报告可以打这么久？就是因为他们开了2个集结。那你们也看到了，这里还有包括 GST， 所以他们正在进行关卡期的战斗。也就是因为他们开了双集结的关系就变成驻防里面的部队要一直替换，而且要替换的特别快，就呈现出这样子的报告。那你们可以看到，其实在防守方他们做的还蛮不错的，兵都有补起来，而且是在双集结的情况下都可以补起来，我觉得已经算是很不错了。然后这份报告下面就是有这么长，不过我相信大多数应该是被 AOE 打到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吧。可是很可惜的地方就是这边没有办法点开。我们表面上暂时是看到用哥哥搭配阿提拉所驻防出来的报告，但我觉得后来应该是有换成其他统帅。因为假设说你用关卡去防御双集结的话，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很难用纯兵的情况下去补起来，所以我觉得应该后来有换成混兵驻防，不过很可惜还是点不开啊。不管是驻防也好，还是集结也好，就是点不开的。那你们可以看到，其实集结的报告是比较亏一点的。我相信集结应该是有被围殴，因为它这里的损失会比较不正常一点。因为照理来说，不太大可能双集结打出来的报告会变成这样子，除非是说关卡真的是用纯兵来做驻防。不过这个差别也是挺大的，你很少看到开双集结，然后驻防的报告是赚了。可以看到驻防这里是损失了 2.1 亿，然后集结那边是损失了 2.9 亿，只是光看这个报告而已就已经损失了这么多的兵力。而且各位还记得在之前我有做过一个影片说4个小时的报告吗？其实那4个小时的报告战损呢都没有比这个报告还要这么夸张了。这一次的报告2个小时而已。之前我分享4个小时的报告是没有水晶科技的，这个是有水晶科技的，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在。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部队争议。你看他已经出 bug 了，我按部队争议，他刚刚跳出了那个部队数量给我，点都点不开了啊！你看他部队争议已经是这样子了，相信只有当地的玩家才可以看到而已啊，我们这边是已经完全看不到。不过以双方来说的话，他们现在已经打关系了，科技应该是差不多了，不会差特别远。驻防这里是用哥哥搭配阿提拉，也是之前有试过的搭配，其实这个组合还蛮不错的，尤其是对抗围殴的时候。但假设说要用纯兵来做防守的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可以的。再来就是刘彻搭配阿提拉的集结也是不错的。然后下面这份报告应该是他自己去打驻防的，因为你们可以看到驻防那边也是有损失兵力，所以照理来说不是 AOE 打到 AOE 打到驻防这里是0了，不会出现有损失多少的兵力。那所以我就不确定这个玩家应该是不小心点错吧，他有可能要补集结，然后不小心点错去打到那个关卡。不过第2个集结的时候其实比较赚一点，然后防守那边反而亏了一点点，不过差别没有像上一份报告这么夸张。驻防是损失了 1.6 亿的战力，然后集结方是损失了9317万。不过很正常啊，因为开双集结，所以有一点损失算是可以接受的。不过你们可以算起来啊，我们如果是算上2个集结的报告，再加上驻防这边的损失，其实驻防还是不会亏太多的，还是有赚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要拍这个影片的原因，就是你很少会看到开双集结，然后驻防是赚了。不过最后你们可以看到集结方呢，他是没有把兵补起来的。相信他们补兵的人可能不够多，因为看他们第一份报告应该是被围下来的。OK， 我在先锋王国打仗嘛，通常开双集结了，你要么就是人真的很多，可以一直不断的把你的集结给补起来，否则如果对方他冲出来打你的集结的时候，你的集结是很难可以扛得住的。然后你其他玩家又要去保护你的集结，又要去补兵，就变成他第2个集结可能就没有办法补起来，又或者是很混乱。因为他们开到2个集结，顾名思义就是可能2个集结的玩家都是在不同的军团，所以才导致成最后是解散了。你们可以看这边的报告是解散了，他剩余的部队也只有20万而已，所以是补不起来的。不过我觉得如果可以补得起来的话，报告应该会更长才对啊。这边已经打了2个小时了，你们也可以看上面这2个集结其实都打蛮久的。你看他是从头打到尾的，
然后可以看到第一个集结它是先停止，先断掉，然后第二个集结还在继续，不过最后也是没了，最后也是解散了。所以可以看得出他后来应该是真的被围，或者是真的没有人补兵，所以选择解散了。不过还可以啊，报告出来还不错的。然后这边是其他的报告，这个就有 AOE 了，所以也就是说他们中途应该是有换过菠萝头之类的去替换，暂时顶住。所以他不是一直以来都是用阿提拉，因为哥哥跟阿提拉两个都是单体统帅，不可能会出现这样子的报告的。我个人推测是这样啦，因为我也没有办法点开，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带了什么部队，所以很难看到。然后其他这些被打的部队呢，应该大多数都是为了要换兵啊。就比方说在集结里面，然后你剩余的部队不多的时候，你就会去撞关卡，死回家去，然后再带替换的部队出来，这样子会比较快一点。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行为，其实会比较容易让驻防那边赚比较多的击杀。可是你们为了要维持这集结的话，其实这个方法是最快的方法。所以有时候你们看到这些玩家去打关卡，不是因为他们不小心打到还是怎样，而是他们要替换部队。有时候关卡里面的部队也是会这样子啊，就是关卡里面剩余的部队可能剩下几百、几千，或者是个位数都有，他就会跑出来装一下集结，回家去再替换部队。不过我可以说，这一次防守他们是真的做得很好，因为你们可以看到他们补兵的那个水平啊，都是一直保持在一定的幅度啊，不会说上下起伏特别快、特别夸张、特别高，都没有看到中间有一个急速下降然后再回去啊，确实做得很不错啦。不过我相信集结方那边的报告应该也不会太难看才对啊。我们表面上看到这个集结他开出去，然后打驻防打关卡，他的报告是亏的，但是你们要往另外一个方面去想，这个集结或许是有被围殴的，然后他的搭配是用流车搭配阿提拉，阿提拉又是抗围殴的统帅，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光看驻防的话，可能看不到全面的报告，我们必须连集结的报告也一并看完。那么刚好我也是有账号在365那边所以我在他们网国那边挖出来了报告各位可以看到他们这边的报告也是打了差不多将近2个小时左右了。 OK， 那么就如我猜测的一样，他的集结是肯定有被围殴啊，你们可以看到这边他那个围殴的幅度到底有多快啊。不过最后可以看到啊，他们补兵补不起来啊，你可以看到断断续续，然后后面真的是补不起来，他是直接往下掉的。 OK， 那么假设说他是直接给人家围殴打掉的话，其实他那个下降的速度不会这么倾斜，而是直直的往下掉。尤其是他们是打了这么久的报告，所以更加不应该会变成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刚刚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集结 INT， 其实也是来自365的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玩家分成两边，来不及去补集结，就出现这样子的报告。不过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啦。那么他这个报告其实是第一个集结，我们来看一下总体打出来报告怎么样。其实也没有特别赚啊，还是小亏一点点，损失的兵力会比较多一点。那这个是刚刚我们所看的打关卡的报告，可以点开来看吗？似乎也是点不开的，连集结也是点不开的不过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啦，其实他第一份报告是亏的，然后他是用流车搭配阿提拉，所以有很大几率有 AOE 可以打到其他的部队，就像这样子。而且就如我所说的一样咯，有可能关卡里面的一些玩家他们想要快速换兵的话，就可能跑出来，或者是有一些玩家要做地鼠出来，就被集结的 AOE 打到。所以严格来讲，集结还是有稍微赚一点啦，不是完全亏给驻防。你们可以这样子看，这边赚到的击杀就大概有4亿左右，但它总体报告是赚 5.5 亿，也就是说它只是光靠打其他的部队就已经赚了 1.1 亿。假设他没有光靠这些出来打他的部队啊，或者是 AOE 打到的部队的话，其实他的报告应该要更亏才对，就像这样子。如果是双集结打出来的报告变成这样的话，其实不太好看。以双集结来说，如果是单集结的话，其实还可以接受。 OK， 那么这个是第一份集结报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份。这个就是第二份所打出来的集结报告了，然后它也是一样用流车搭配阿提拉的集结所打出来的，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好长啊。不过我们要检查一下它到底是 AOE 还是怎样。这边有开一个反集结吗？看一下。不是反集结，这个是被打的部队。
那你们也可以看到这边其实大多数都是补兵哦，补兵的部队跑出去。所以严格来讲，1862其实他们很有次序啊，而且应该也是蛮多经验在驻防了，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或者是他们的指挥有做到很好的指挥动作。那我们直接看一下整体报告。OK， 那第二个集结就还好，第二个集结它是赚了1倍的战损。这边我们看打关卡所赚到的击杀是 3.5 亿，然后我们看上面总共它是赚了 5.9 亿。也就是说，他剩余的 2.4 亿全部都是光靠这些部队打出来的。所以严格来讲，他那边不算太亏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集结会特别赚的原因啊。所以我就跟你们讲啊，有时候你们看报告呢，不能只是光靠看驻防而已，你们也看集结的报告出来是怎么样的。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出，哇，真的很不错诶，他第二份报告可以弥补了第一份报告损失的部分。那如果严格算起来，比较起驻防的话，其实集结还算是小赚一点点，驻防不算亏啦，只是它里面的那些玩家就稍微亏一点了，因为他们是去撞集结那些吧。不过这一次 GST 他们所打出来的报告确实是很精彩啊。那我也说过了，我刚好有账号是在365那边，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报纸。可是他那个报纸只是显示联盟而已啊，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写 62DJ 还有 GST， 他没有写上另外一个 INT 啊。就是没有写上整个王国啦，所以他这边出来总共是有 3.7 的部队在这场战争中伤亡，他没有写到整个王国，所以这边只能作为参考啦。如果是计算整个王国，我相信应该会更加夸张才对啊。不过也是很精彩啊，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有先锋王国可以打出这样子的报告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是365打1862，他们的关卡是在上面的。不过现在的情况就变成 GST 他们是已经拿下了关卡。那除了刚刚我所分享的那2个小时的报告之外，其实我还有看到 GST 有分享更多报告，不过打的时间都大概1个小时以内啊，没有打特别久啊。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